1个月，我家大门终于被楼下邻居撬开。他们不仅把我家仅存的几块面包和2瓶矿泉水抢夺而去，还在丧尸来临的时候把我推入丧尸堆里，再次睁眼。我却回到了末世来临前的1个月，而我的闺蜜也一起重生回来了。我大汗淋漓地坐在床上，看着有些刺眼的阳光透过窗帘打在绿色的被子上，被丧尸啃咬脖子的痛感历历在目。我不敢相信我真的重生回来了。现在是20乘以4年的1月1号，距离末世来临还有足足30天。苏木呢？苏木是和我同居的闺蜜，我们2个都是同一个孤儿院一起长大出来的。大学毕业后，她在拳击馆当拳击教练，我是自由漫画家。因为从小一起长大，我和她宛如亲姐妹，一起用存款买了现在的房子。也是因为这房子，我们在末世来临还能平稳度过前1个月。因为工作原因，我平时比较宅家，所以家里都会囤一些零食和生活用品。但末世来临的太突然，在家20多天，物资基本就快用完了。苏木不得已亲自出门寻物资，临出门前叮嘱密，一定不要给任何人开门。然而我还没等到苏木回来，就死于丧尸口，也不知道苏木最后寻到物资回来没有。回来找不到我怎么办？如今是末世来临前，那苏木呢？我刚从床上翻下来，房间门就砰的一声被打开，我看见好闺蜜苏木顶着凌乱的鸡窝头，看向我的眼睛里有惶恐、惊喜和更多难以言喻的感情。我一看是苏木，就忍不住哇的哭着扑上去。被丧尸咬下第1口的时候，我唯一牵挂的就只有苏木。苏木也一下抱紧我，他作为拳击手的力度差点把我抱断气。你也回来了？我确信地问道。你也是。紧接着我们又是抱在一起大哭。苏木告诉我，他大概是在我死后的第3天回来的。回来的时候，我们这栋楼大门已经被突破，楼下和楼道里游走着很多丧尸。当初那群人打算逃上去天台，结果关门的时候有丧尸追来了，走在最后是3楼的程序员男人。他一下把我推进丧尸堆里。据说苏木上到顶楼的时候，只能看见似乎是我的衣服和一具挂着肉的白骨。天台也到处是游荡的丧尸，那群人原来也没有逃过一劫。苏木是怎么重生回来的？他并没有说，只是最后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说你还在，真好。我们的重生归来的叙旧就到此结束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大量囤物资，加固我们的房子，好迎接1个月后的末世。我们把所有银行卡都拿出来，因为我们从大学就勤工俭学，我和苏木的工资也不算低，凑合起来竟然有30万。不够。苏木神色凝重地说，除了要买吃穿用品，还要把门窗都重新换成难以突破的防爆门，还要去买一些武器。于是我们用各种贷款软件忙活了整个早上。如果末世不来临，我们俩就要变成破产姐妹了。苏木看着手机上的余额，笑着说，我和苏木都向各自公司找借口，请了1个月的假期，然后把房子重新收拾了一下。苏木把他房间的东西全部搬过来，我房间空出来1整个房间来囤物资。贷款到账后，我们兵分2路，苏木去联系装修公司给家里安装防盗门，而我开着车去批发超市采购物资。我直接找了批发超市的经理，用公司做慈善，给山区小孩捐赠新年物资为由，采购经理很爽快地答应了。采购的清单如下：大米和面粉，这是最基本的，各来了30袋食用油和各种调味品。各种肉类和水果类罐头也买了个30箱，各种速食，例如自热火锅、自热饭、速冻饺子、速冻包子，各类方便面也都买了10箱，薯片、巧克力、坚果，甚至辣条这些零食也没有落下。10床棉被和暖宝宝20箱。末世半个月的时候，气温骤降，下了足足10天的大雪，电路瘫痪，暖被和暖宝宝是唯一的取暖工具。为了解决断电之后的照明问题，我买了20箱蜡烛，最后还买了不少生活用品。我和苏木作为女生，特殊时期要用的姨妈巾，一共买了20箱。路过饮品区的时候，想到苏木平时经常喝牛奶补钙，但是牛奶保质期并不长久，最后便买了奶粉。填配送的时候，我填了字题，让苏木抽空开车过来运回去。末世时期最恐怖的不是丧尸，是人心。如果被别人知道我们家囤了大量物资，末世来临，我们家就是所有人觊觎的目标。从批发超市离开之后，我又去找了一家饮用水公司，一次性买了100桶矿泉水，新年活动还送我50桶订水。公司的负责人听到我明天会开车来，把所有订的水拉走，还不敢相信，疑惑地问了我一句。我随口说是公司一直合作的订水公司放假了。公司比较大，每层楼放10桶，能用到春节放假前。订水公司的负责人没有多疑。等干完这些事情，天已经黑了。回到家的时候，防盗门已经安装好了。我们每栋楼都是1梯2户，对面的住户是一对老人，昨天已经被他们的子女接走了。苏木不仅把我们家的电子锁、木门换成了防盗门又在外面多安装了一扇防盗门，上面足足有4个防盗锁。他还准备了2把大铁链锁，到时候把楼道那边的逃生门也锁起来。我把今天采购的成果跟苏木说了一下，伴随1天的疲惫，我们随意点了个外卖，吃完便早早睡下了。距离末日还有28天，因为离春节已经不远了，怕物流滞留，我只能亲自去药店买医疗用品。我用苏木拳击机构的名义采购了一堆外商的医疗用品，退烧药、感冒药、胃药，这些过多采购太引人注目。于是我辗转好几家药店，分批各买了不少。苏木租了一辆货车去，把我采购的物资和饮用水分了几趟，运回家也还好。我们的房子是这2年才新开的楼盘，
我们这栋楼不少人已经回老家过年了，除了一些还要上班的打工人和本地人，但我们尽量选小区内人少的时间，亲自一趟趟的往上约。这2天下来，累得我倒头就睡。距离末日还有25天，家里的门窗全部都已经换好了，坚固难破，防盗门、防盗窗，阳台的窗户里还加了一层铁栏。我们小区每栋都是11层，1梯2户，我们住10层，在上面就是天台了。这高度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为了防止末世有人用望远镜看，所有窗户都贴了一层单面防窥膜。距离末日还有23天，我去买了许多蔬菜种子，和苏木家里把所有花盆的花拔掉，全都用来种菜了。不知道末世持续了多久，但是蔬菜不易存。如果所有蔬菜都吃完了，这些就是我们唯一的维生素。距离末世还有20天，苏木买了3块大的太阳能蓄电板，还买了一台自行车发电机。末日来临后，电力只支撑了1周，这些都是唯一能用上电的工具。还买了几个气炉，又买了几个煤气罐，如果没电了，做饭就只能靠这几个气炉了。还买了一个净水过滤器。末世20多天的时候，就开始断断续续的停水了，刚过1个月就完全停水，到时候可能只能接雪水来用。距离末世还有18天，苏木拿着剩余的大部分钱出去了，说是要采购一些硬武器，物资总会有用完的一天。假如那时候末世还没有得到解决，就只能出门寻找物资了。武器能打丧尸，也能打人。苏木没告诉我他去哪儿买武器，这一去就去了10天。这些日子我也没闲着，把家里所有物资清点分类整理好。当初买这房子的时候就看上了它，虽然只有60平，但有个小阁楼。如今小阁楼堆满了食物，苏木原来的房间也堆满了饮用水和各种各样的物资，甚至客厅也没几个下脚的地方了。距离末世还有8天，距离春节还有12天。苏木是在半夜回来的，他眼底下的乌青很严重，估计一路都没怎么好好睡觉。我看着他带回来的武器，除了斧头、锄头、菜刀，还有好几把大砍刀。他搬回来一个箱子，里面甚至放了一把步枪和一把小巧玲珑的手枪，还有子弹。黑市买的。我知道，如果是以前的苏木，肯定不知道黑市这个地方。末世我死后，苏木经历了什么，我也不敢往深处想。也想不到，距离末世还有4天，距离春节还有8天。这时候，我们才用剩余的钱，大量的采购肉和蔬菜，这些东西放不得长久。要想多吃几顿，只能末世来临前几天买。好在这时候大家都在采购年货，我们大量采购并不引人注目。其他时间，我们都把充电宝充满电，笔记本电脑和平板手机都下载了不少小说、电视剧、电影。末世来临，精神粮食也是很重要的。实在不行，你就亲自画漫画给我看呗。可能感觉到我的紧张沉重，苏木打趣的跟我说道：“去你的！距离末世还有1天，距离春节还有5天。”我和苏木最后一起出了一趟门，只是在小区逛了一圈。遇到几个熟悉的，也提了一下，囤一点物资过新年，再多的并没有说。距离末世还有2个小时，我和苏木最后点了一顿外卖，是烤鱼和麻辣小龙虾。趁现在还能吃到，我和苏木都敞开了肚子吃。饭后，我们一起靠在沙发上看无聊的动物世界。没过多久，我俩都睡过去了。我们是被一阵穿破天空的尖叫声吓醒。我和苏木对望了一眼，冲到阳台，看见小区楼下有个女人。一边喊着救命，一边跑去对面那栋楼，靠着昏暗的路灯，看见女人身后跟着几个跑步姿势十分怪异的人。末世开始了，一声尖叫在还算安静的小区内显得格外突兀。我看见不远处几栋楼的阳台都亮了灯。上一世，我和苏木也是这样朝着楼下张望，看见人竟然开始吃人，吓得不知所措，和上一世发生的一模一样。一开始楼下的人以为是家暴现场，在那几个人扑倒奔跑的女人后，还在不远处观看拍照，直到被扑倒的女人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站了起来。围观群众有几个人看见这场面，已经吓得开始往楼里跑了，有几个人还在原地用手机拍。突然，女人快速地扑向离她最近的人，围观的群众才被这血腥惊悚的一幕吓得反应过来，尖叫着到处逃跑。看热闹的人里面，好多都是吃完饭出来散步的老人，腿脚不利索，跑得并不快，很快就被丧尸扑倒了，然后一个接着一个变异。反应快的，离自己家楼近的，很快就跑进楼里，很快的就关上了楼下的大铁门。没赶上的人用力的拍门，门内的人不知道是跑上楼还是怎样，大铁门始终没开。很快门外的人也遭了殃，丧尸群不知疼痛的撞击着大铁门，传来砰砰的声响。每家每户原本在阳台看热闹的人，也被此情此景吓得缩回脑袋。苏木也把阳台的窗户关上，房间的窗帘也都全拉上，但小区四面八方传来的嘶吼声、尖叫声和撞击声不断传来。我们一起去把楼道的逃生门用2根大铁链的锁锁上了，还用了2个阻门器顶着。回来后把家门的防盗锁全部扣上，同样用了2个阻门器顶着。现在我们家就如同堡垒一样，牢不可破了。做完这一切，我和苏木在床上不停地刷新的手机新闻和各种社交软件，但网上还是一点风声都没有，和上一世一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过去了。睡醒的时候，阳光从遮光窗帘的缝隙透过来，窗外已经听不见一点声响，苏木也不在房间内。
我出了房间，看见苏木站在阳台，用望远镜朝楼下看着。望远镜是我以前在百货商场抽奖抽到的，可以看很远。没想到这时候派上用场。看见我醒来，苏木把望远镜递给我。小区内多了很多漫无目的游荡的丧尸，地上也有许多血迹。除了丧尸时不时撞到车子或者墙壁的声音，整个小区安安静静的，也有人在阳台处张望，但是没有一户发出声音。我记得这份平静没有维持太久，很快就会有人因为家里食物不够冒险出门了。早餐我下了速冻云吞，煮了2碗云吞面。末世时期，任何时候都得补充营养，迎接各种突发情况。吃完饭后，苏木还在用望远镜观察楼下的丧尸。我洗完碗就拿出手机，刚点开微博，就看见热搜第1的头条，各地多处出现人吃人现状，丧尸出没，请各位居家不要外出。微博随便一刷新，都是关于丧尸爆发的，某个地方发的求救信号，某个学校学生发的视频，还有各种丧尸吃人的视频被疯狂转载。我看的心情沉重，这才是末世来临的第1天。等到过几天，人们的食物吃完，就会外出寻找物资，到时候丧尸越来越多。虽然直升机天天从天上飞过，但是国家救援吃不来，很多人连新年都没撑过去，有的人饿死，有的人被丧尸咬死，但更多的人是死在同为人类的人手里。上一世我虽然活了1个月，但是到所有电子软件都没电，我也不知道外面的状况。和丧尸病毒的源头，第1天就平静又忐忑的过去了。距离春节还有2天，苏木观察了丧尸1整天。吃午饭的时候才跟我说，和上一世我观察的一样，丧尸对声音和血腥味特别敏感，但是没有视觉，不然也不至于一直撞墙啊。体力呢，我虽然没什么胃口，但仍然大口大口的吃着饭，不知疲惫，而且力度比普通人大许多，一旦被抓住就挣脱不了。这一点我上一世已经体会过了。这2天我都和苏木坐在阳台观察，我们家的窗户都贴了单面防窥膜，外面的人看过来也是黑乎乎一片。到末日第4天傍晚，对面那栋楼突然传来一声大吼：“除夕快乐！”各位，我才猛地想起来，原来已经到除夕了。即使这个新年过得十分没有年味，楼下还到处都是游荡的丧尸。我和苏木还是做了一顿大餐，除了我亲手包的饺子，还做了红烧肉和鱼香茄子包，又炒了青菜。做饭的时候我们连窗户都不敢开，怕被人闻到香味。吃饭的时候开了盏黄色的小灯，打在色香味俱全的饭菜上，竟然让我有种末世并没有来临的错觉。苏木开了1瓶啤酒，之前买物资的时候，除了啤酒，我还买了不少像雪碧、可乐、橙汁的饮料。他大口的吃了1口肉，然后举着啤酒罐跟我说：“新年快乐。”我笑着也打开1罐可乐，跟苏木碰了碰杯，新年平安。大年初1的早上，我正在查看我种在阳台的小白菜，就听见有人用扩音器喊：“谁家有多余的食物，我高价买。”这句话重复了很多次，把丧尸都差不多喊过去那边了，也没有一个人回应。苏木摇摇头说：“别说现在钱买不到食物，就算有也送不过去。”我知道用喇叭喊话只是开始，不久就会有人出来了。果不其然，下午的时候，我们隔壁那栋楼有人在阳台往我们这栋楼楼下扔了一个铁罐子，铁罐子当的一声，在安静空旷的小区十分响亮，一下就有不少丧尸从四面八方涌向我们楼下。紧接着就看见那栋楼门口有个戴着安全帽、厚厚的外套外还缠着一圈绷带的人，快速的从门内出来，从丧尸的反方向跑去。脚步声吸引了一部分的丧尸，可阳台的人见状，又往我们这边楼下扔了一个铁罐，遮盖了那人跑步的声音。这2个人的配合，把大部分丧尸都吸引到我们这栋楼楼下，撞击铁门的声音不断传来。不久之后，跑出去的人就2只手拎着一袋东西回来了，猜他应该是去了小区门口附近的小超市。有些人看见有人成功后，也东施效颦地跑出去寻找物资，但有些人跑出去了就没有回来了。又过了2天，停电了，我皱皱眉，停电的日子比上一世还早了1天，不知道是不是我和苏木重生后产生什么蝴蝶效应。我和苏木这几天一直有用太阳能电买蓄电，购买物资的时候我还买了很多蜡烛，夜晚照明我们就点2个蜡烛。日子又过去了几天，天上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气温也下降到零下10度。低气温的来临加上断电，很多人都没有撑过这场大雪，估计是厚厚的雪遮盖了道路。丧尸的行动比之前缓慢了许多，远远的看出就好像有人在雪中漫步而已。从末世开始前几天，苏木就带着我每天锻炼身体。我从一开始的肌肉酸痛到现在，肚子上也有了隐隐约约的马甲线，手臂上也有不明显的肱二头肌。我记得上一世就是这场大雪开始没多久，每栋楼的人就开始蠢蠢欲动。那时候我们的木门虽然不怎么坚固，但苏木用之前家里的阻门器拦住了从安全通道上来的人，所以我们才能坚持快3个月。我在厨房烧水的时候，苏木突然在阳台喊了我一声，我和他隔着窗户看见不远处的楼下有一群小混混模样的人撬开了楼下大门的锁，每个人手上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低调又嚣张地涌进楼里。很快2楼就有个女人在阳台大喊救命，紧接着又被人拖了回去。在末世人的欲望被不断放大，那求救的女人的下场不难猜出。我不忍心继续看下去，把望远镜还给了苏木。那群人走的时候都各自搬了不少东西，开着车又走了。
那群人走了之后的几天，每栋楼的楼道里都传来砰砰的敲打声，还夹杂着人们的求救声。我和苏木住在最顶层，即使隔着厚厚的2层门，也能听见楼下传来的声响。苏木每天晚上都悄咪咪地摸出去，检查安全通道那边的锁岸的阻门器。我们这一层楼道还没有人上来过。每天早上，我都会在阳台给我的蔬菜浇水。如今，我的大葱和小白菜已经完全长出来了，生菜也快成熟了。浇水的时候，我会阳台开巴掌大的缝来给全屋通风。突然，我听见了一阵阵呼呼的声音，抬头一看，一架无人机在我们窗户面前徘徊。无人机的声音虽然不算很大，但也把苏木吸引了过来。苏木脸色一变，啪地把窗户关上。外面的无人机估计是急了，开始咚咚地撞击着窗户。无人机继续撞击窗户，肯定会引起附近的人的注意。不得已，我们又打开了窗户。只见无人机上面吊着一张小卡片，上面有一行清秀的字体：有人有退烧药吗？请救救我！谢谢。我和苏木互相看了一眼。苏木，我眼里带着点祈求。这种时期虽然以自保为主，但知道有一条人命是自己可以掌握的，终究是狠不下心来。苏木沉默了一下，转身进了屋子。在出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面装着1盒退烧药和5包小柴胡冲剂。他另一只手还拿着大砍刀。苏木把药挂在无人机上面的挂钩，对着摄像头，像开屏的孔雀一般，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肌肉，又挥舞了一下大砍刀，警告了一番操控无人机的人。我先用望远镜确认了附近明面上没人，苏木才偷偷开窗把无人机放走。操控无人机的人也想到不能暴露我们家位置，在每栋楼的楼顶都绕了一圈才飞走，具体飞去哪里我们就看不到了。第二天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无人机又来了。这次无人机底下挂着2条腊肠，似乎是感谢我们昨天赠药。之前囤物资也没想到囤点腊肠腊肉，看着这2条有2根手指粗的腊肠，我就开始分泌口水了。苏木这次在里面塞了2盒我们特地热过的旺仔牛奶。老规矩，在镜头前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肌肉，才把无人机放走。得亏你不是男的，就你刚刚那些动作真油腻。我假装恶心的干呕了2下。午饭是用无人机送来的腊肠做煲仔饭。我们之前买的蔬菜并不多，除了好囤的土豆、番薯之类的，青菜几乎吃完了。煲仔饭的青菜是我在阳台薅的第1把小白菜。外面依旧下着鹅毛大雪，我和苏木裹着棉被，旁边是暖炉，也不断散发热气，吃着热腾腾的煲仔饭。能在末世这么惬意的，也就只有我们了吧。吃完饭后，我们记得停水，似乎就这几天了。争取洗了次热水澡，就用家里所有能装水的容器注满水。注水的时候，水龙头的水柱显然变窄了。还好我们把水装完的时候还没完全停水，停水之后又即将迎来一波掠夺。末世第3周20天，我和苏木被楼下一阵阵撞门的声音吵醒。听声音猜测，估计是8楼的防火门被人撞击。除了撞击的声音，还有吵吵闹闹的说话声音。我在房间的窗户边看了一眼，楼下停了一辆越野车，我认出是之前来过对面楼抢夺的那群小混混的车。楼下那群人估计也是那群小混混。逃生楼道的窗户靠近厨房那边，我听到那群人骂骂咧咧的喊着：妈的，顶这么死，这层肯定还有人开门，再不开门等老子进去了有你们好看。妈的，这层的人用柜子卡住了，打不开。老大，7楼的门打开了，走，先去7楼。随着一阵凌乱的脚步声，紧接着又是一阵阵砸门的声音，估计7楼其中一户被砸开了。凌乱中能听到一些求饶声。苏木把我们的鞋柜清空出来，鞋柜放倒之后比走廊还长一点点，他学着8楼的人一样打横，把柜子卡在墙壁和防火门中间，2把锁，2个阻门器，再加上一个柜子顶着。我们这层楼的防火门不是那么容易被破开的。我后悔之前怎么不买2架无人机和摄像头，现在外面的状况基本都是靠听声音辨别。那群人似乎是搜刮完7楼的住户，又浩浩荡荡的离开。有不少丧尸循着这边吵闹的声音过来，被守在车旁边的2个男人挥着长长的大砍刀劈中了脑袋。大砍刀从丧尸的脑袋上拔出来的时候，血液几乎是喷射而出的，中间似乎还夹杂着白白的脑浆。大脑被砍得稀巴烂的丧尸马上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那群人一点都不畏惧，甚至笑得十分开心。一群人从楼里出来，把搜刮的东西搬上车。除了搜刮的东西，还看见他们连拖带拽的把一个女人拉上车。我认出那是7层情侣住户的女生，其中有个站在旁边看的花臂光头男人，抽着烟，突然抬头一看，我一下撞进他的目光里，我吓得缩回去，才想起来我们窗户都贴了防窥膜，他们应该是看不见我的。但光头男人的目光十分狠厉，特别是他拿着烟的手背上还有丝丝血迹。这群人又浩浩荡荡的驱车离开了，我坐在地上缓了好一会儿才起来。他们来的时候肯定是把楼下铁门撬开了，这下我们这栋楼的第1层防护已经没有了。苏木神色凝重地说，上一世为了节省吃的，我大部分时间都是靠睡觉过的。楼下的门什么时候破的我也不知道，导致往天台跑的时候，第一次近距离看见丧尸，吓得我双腿差点跑不动。现在想来，估计就是这群人为了搜刮物资撬开的。那群人虽然走了，但我们这栋楼却依旧没有安静下来。听见第7层的男人去了，在8层用力的拍门，声音之大，把附近的丧尸全部吸引到我们这层楼。楼下8层一户是一家4口，
一户是一对儿子在外地上学的夫妻，2户人都没有出声，估计是怕持续发出声音会吸引更多的丧尸。那男人拍了一会门之后又离开了。但我感觉这男人不会这么轻易放弃。我的猜测果然没错，7层的男人安分了1个晚上后又出现了。他先是拍了几下门，见依旧没有人反应，便恶狠狠地说：“等老子进去，你们都得死。”我和苏木都在厨房听着声音，一边听我还煮了炉热水，打算泡2杯热牛奶喝着驱寒。那个7层男人不知道做了什么，突然砰的一声巨响，好像什么东西爆炸了，吓得我差点翻了手中的热水。这声巨响不仅把附近的丧尸全吸引到楼下，还把附近几栋楼的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了。他用炸药把8楼的防火门炸开了。对上我疑惑的眼神，苏木说：“可能是把之前买的烟花拆了，把里面的火药拿出来，再重新包装一下，就是个简易的炸药包。”我们楼层逃生通道的防火门是没有钥匙锁着的，我和苏木都是买链条锁和阻门器锁着的。我猜8层的人应该是用什么柜子勉强顶住，但肯定不够结实。一样的声音又响了2次，估计是7楼男人破开了其中一户的门。紧接着，我听见了男人的咒骂声和打斗声，还有女人的喊救命的声音和孩子的哭声。家具被碰倒的声音中又夹杂着一种奇怪的闷响。没过多久，吵闹声逐渐平息下来，因为楼下听不见任何声音了。我和苏木就趴在厨房的窗户往楼道那边张望，厨房的窗户可以勉强看见一点点。楼道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看见8层下7层有个人走过，那人应该就是7楼男人。他一只手托着这一大袋东西，另一只手拿着一把菜刀，菜刀上还滴着血液。那人的身上几乎被血液冲刷了一遍，只能勉强看出他的外套是白色的。他从楼梯上走下去，那楼梯上竟然还有一个个血脚印。我突然意识到，刚刚听到的闷响声是我以前在羊肉馆吃饭听过的声音，剁肉的声音。想明白之后，我不禁打了寒战。这种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他有这样的魄力，昨天怎么没这样对抢夺他的人？我喃喃出口。苏木摇摇头，都是欺软怕硬的。那2个小朋友也听见，下面完全没动静了。我不敢往下想，那2个小男孩，我之前在电梯也遇到几次，和妈妈一起牵着手回家，遇到人也会甜甜的笑着问好，是非常有礼貌的小朋友。我知道我是自私的，即使刚刚知道8层的住户有危险，我也不敢去救他们。苏木看出了我的难过，他拍了拍我的脑袋说：“现在这种情况不落井下石，保护好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不是你的问题。”我平复好情绪准备做饭的时候，突然又听到一阵巨响。苏木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一边说着不好，一边往阳台走去。我也紧跟随后，但我这个角度只能看见我们这栋楼楼下密密麻麻的聚集了许多丧尸。刚刚的声响把周围的丧尸都吸引过来了，而且丧尸会循着血腥味，昨天掠夺的人来的时候就把楼下的铁门破坏了。我咽了口水，紧张地看着苏木。苏木凝重地看着我说：“现在我们这栋楼已经有丧尸入侵了。末世第4周26天，外面的大雪已经渐渐停了，但气温却比大雪的时候还要冷。我看了一下室内温度计，已经降到零下20度。这几天不知道是太冷还是其他原因，已经完全停水了。还好我和苏木之前储存了许多水源，苏木的房间那边之前也用管子接着雪水来过滤用。无人机又来了2次，用1块腊肉和2根腊肠跟我们换走了我在阳台种的1颗大白菜和2个土豆。不知道是不是气温太低，外面的雪也铺了厚厚的一层的原因，丧尸的行动更加缓慢了一些。之前进入我们楼道的丧尸，除了刚开始有一些动静之外，就没有其他动作了。7楼的男人也没有再出来过。上一世大雪才化了一点，苏木就冒险出门寻找物资了。苏木并不知道，他走了没多久，各个楼的人就开始一户户的去搜刮物资。我记得当时闯入我们家抢劫的，一个是3楼的程序员男人，4楼的2个大学生男生，和前几天7楼的男人在他们身后的2个女生，和4楼的大学生男生是同学，他们也在一旁冷眼观看。3楼的程序员男人，我也经常在楼下和电梯碰见。平日里客客气气、低眉顺眼的，上一世却是第一个冲进我家门，又是把我推进丧尸群的罪魁祸首。思绪之间，我听见很细微的敲窗户的声音。我知道无人机又来了。自从第3次来的时候，我写了张卡片，谢谢无人机的机主，腊肠很好吃。之后他便带着腊肠隔3差5的来跟我换青菜。别说这个无人机煮的腊肠腌制的真的好吃，每次我和苏木都能多吃点饭。苏木轻车熟路的从袋子里拿出2根腊肠，看了眼上面挂着的小纸片，从阳台割了一把葱和1颗小白菜，最后老规矩逼着无人机看了一番。肌肉秀才把无人机放走，无人机刚走没多久，就听见了汽车引擎的声音。那群小混混又来了，而且这次来的人更多了，足足有3台车的人。妈的，这里怎么这么多丧尸？从车上下来的黄毛迎面就看见好几只丧尸，他直接一个手起刀落，利落的把周围的丧尸脑袋砍下来。之前见过那个光头花臂男人也从车上下来，
建围在我们这栋楼楼下的丧尸实在太多了。有个平头男人朝丧尸群里扔了什么，砰的一声，我看见一些残肢飞到草丛里，有丧尸因为巨响靠近他们，车上的人拿出一管黑黑的东西，砰砰的几声，丧尸应声倒地。他们竟然有枪！他们把楼下的丧尸清理了大部分，有几个人留在原地清理闻声而来的丧尸，其他人浩浩荡荡的进入了我们这栋楼。我们这栋楼之前他们就搜过了，虽然没有搜到我们10层来，但是之前他们搜也没有，家家户户都搜一遍。这次为什么又直奔我们这栋楼来？正当我疑惑的时候，楼道里传来的谈话声就解开了我的疑惑。老大，那无人机就是在这附近飞走的，这附近肯定有人，而且有大量物资。你确定是这栋楼？不是这栋楼，就是隔壁2栋，反正就是这边没跑了。我和苏木对视了一眼，没想到无人机离开还是被发现了。而且还该死不死的被这群人发现。苏木给我对了个别怕的口型，然后把家里所有电器都关掉了，把放在阁楼的大砍刀暗步枪拿下来，坐在门口随时准备应战。我虽然没有苏木那样一身腱子肉，这1个月的长期健身让我体能好了不少。我手里紧紧握着一把长刀，时刻准备着。我听着凌乱的脚步声慢慢的上来，我和苏木紧张地蹲在门口，握着刀柄的手已经出汗，但我还是不敢放松。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久到我逐渐放松下来的时候，突然一阵震耳欲聋的撞门声把我吓以激灵，是我们楼层防火门的撞门声。我紧张又恐惧地看向苏木，苏木对着我做了个不要出声的手势，他耳朵贴着门边听着。操，这门怎么这么牢固？这层楼肯定有人，不然怎么会堵这么死？把锁敲烂都打不过，狗日的，这怎么堵的？撞门的声音每一下都似乎撞在我心头上，我大气都不敢出。门的那头为首的光头花臂男人看见纹丝不动的防火门，把站在楼梯道旁边一个瘦小戴着银框眼镜的男人提着后颈抓了过来。这层楼真的有物资？是的，大哥。末世来之前，我亲眼看见这层楼2个女的一箱箱的往楼上搬东西。瘦小银框眼镜的男人缩着脖子说：“我在门内听见这把我化成灰我都认得的声音。上一世就是这把声音在我门前叫嚣，就是那个第一次冲进我家的3楼程序员男人。之前我们搬运物资的时候，已经尽量选中午或者大晚上没人的时间搬运了。虽然想到怎么都会被人看见，但没想到竟然是被3楼的程序员男人看见。老大撞不开一群废物之前，苏木为了防止防火门从缝隙里面塞进炸药包之类的东西炸开，苏木是用阻门器按的柜子顶的，一点缝隙都没有。每天深夜都会悄悄出去检查一番，而且从一开始的2个阻门器加到了4个。外面那群人对着又撞又撬，依然纹丝不动的防火门，只能无奈地开始飙脏话。又过了好一会儿，伴随着一阵阵凌乱的脚步声，门外安静了。但是看楼下的车子，他们依旧没有离开这栋楼，不知道是不是去了3楼程序员男人的家商量对策了。我暂时松了口气，松懈下来，肚子就咕噜噜的叫。看了下时间，已经下午4点多了。因为持续高度紧张，我现在什么做饭的心思也没有，当然也怕开电器被楼下的人发现。我和苏木只能一人一个自热米饭解决。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也不敢开灯，只敢在房间点一根微弱的蜡烛。因为如今楼下住着一群凶神恶煞的歹徒，我和苏木轮流守着门口，我守上半夜，他守着下半夜，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叫醒对方。上半夜相安无事的过去了，可能是一直高度紧张的原因。我和苏木交换之后，我几乎沾床就睡过去了。然而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是被一阵剧烈的开门声吵醒的。发生什么事了？我揉了揉还有点模糊的眼睛，小声地问坐在门边的苏木。苏木摇摇头，让我注意听。开门啊，开门啊，有人吗？求求你救救我！救命啊，有人吗？救救我！我听见是一个女生在拍门呼救的声音，听声音年纪似乎不大，我猜测是4楼的大学生女生。那群人呢？我用口型问苏木，苏木摇摇头表示不清楚。我同学发高烧了，有人在吗？求你们救救我同学吧！女生不断地拍打着防火门，呼救道。听到门外的声音，我有些于心不忍。然而苏木却朝我摇摇头，示意我不要动。既然苏木让我不要管门外的事情，我便静悄悄地去泡了2杯燕麦加奶做早餐。就算要发生什么事，都要做饱死鬼。那个女生并没有开门太久，我听见没声音了。从厨房往楼道窗户那边看了一眼，看见女生下楼的时候，楼道窗户的边边一闪而过一只男人的手臂。好家伙，竟然用女生当诱饵蹲着呢！我有些后怕，如果苏木不在家，我估计会因为自己的善良葬送自己吧。这下我也明白，楼下那群歹徒并没有放弃，反而有层出不穷的招数。我得打起12分精神。接下来几天，楼下的歹徒除了去附近搜刮物资，抓了好几个女人回来，就是来撞我们楼层的防火门。他们的撞门不是没有用的。苏木出去检查所验的阻门器的时候，发现一个阻门器已经坏了，重新更换了一个。我们在家不敢发出任何声音，连走路也不敢穿拖鞋走路了，吃饭也只是泡自热米饭。末世第31天，停了好几天的雪又开始下了，这次下的是雨夹雪，气温又瞬间降了很多。我看着窗外的雨夹雪，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上一世我大概是末世40天的时候死亡的，但是到我记得我死之前，除了之前那场大雪，
后面除了天气冷，连一滴水都没有下过。难道是我记错了？我看向苏木，发现苏木同样露出疑惑的表情，但他疑惑之下还多了一份凝重。怎么了？我拍了拍苏木问。雨夹雪提前来了。苏木的话让我懵了一下，但我很快就反应过来了。我上一世死后也有一场雨夹雪。苏木点点头。上一世雨夹雪之后，丧尸变得狂暴不少，听力、嗅觉 and 各方面行动力都提升了不少。而且雨夹雪停了的不久，会有一波范围不少的尸潮。尸潮是什么意思？丧尸不再是漫无目的的游行，他们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去，他们的听力也会大大加强。按楼下那群歹徒每天这样制造声音，我怕我们这边也会出现尸潮。一想到我们楼下会聚集密密麻麻的丧尸，我就打了颤。那我们的门顶得住吗？如今我们唯一能抵挡人与丧尸的，就只有外面的防火门按的我们家这2扇门。苏木看着蜜，缓慢地摇摇头。我上一世虽然最后也葬身尸潮，但是听说这次丧尸是因为安国研究的某种病毒泄露，所以估计是病毒也污染了云层，导致下的雨夹雪也带了病毒。我们不能继续接雪水用了。苏木说罢，便去房间把接水的管子收了回来。因为外面下着雨夹雪，楼下的歹徒倒是安静了一段时间，但我的心头隐隐感到了不安。末世第37天，雨夹雪下了足足5天5夜。在第6天的早晨停了，雨夹雪停了没多久，楼下的歹徒又上来，继续撞我们楼层的防火门。估计是附近的住户的物资都被他们搜刮的差不多了，他们待在我们楼层的时间越来越久。破门的队伍除了那群凶神恶煞的歹徒，竟然还有我们这楼的暗的附近楼的住户。一群人以那群歹徒为首，组织成一个不小的队伍，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破开我们10层的防火门。末世第40天，苏木说的没错，雨夹雪之后，丧尸的各方面能力都大大的提升了。因为他们破门的声音在安静的小区实在太突兀，我能看见楼下丧尸越来越多了。一开始楼下的歹徒有好几个人在楼下清理丧尸，但是丧尸已经比之前强化了不少。当清理丧尸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被咬了，然后又成为丧尸大军中的一员。而楼内为首的歹徒一开始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即使同伙或者有一起去寻找物资的人被咬了，他们还是不断的派人出去，直到有天他们发现他们的同伙越来越少，而这栋楼的楼下已经围满了密密麻麻的丧尸，丧尸群中有着不少熟面孔，他们才发现事情好像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了。末世第42天，从昨天他们发现楼下的丧尸群围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就停止破门，避免声音吸引更多的丧尸。我每天从阳台的窗户看见楼下密密麻麻的丧尸，我开始担心会不会有一天楼被丧尸群撞倒了。而上一世我就是在今天死掉的。末世第45天，楼下的住户按歹徒，估计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了。我看见有人用扔东西制造出声响，吸引丧尸，然后几个人带着武器逃出去。出去寻找物资的人，有的回来了，有的一直没有回来，不知道是逃走了还是变成丧尸了。我偶尔还能听见楼道里有光头花臂男人的怒吼和打斗的声音，然而这样也只能吸引更多的丧尸过来。末世第46天，今天又有人出去寻找物资了，还真的有人带了不少物资回来。苏木用望远镜看着从外面回来的人，突然惊呼了一声不好。怎么了？刚刚回来的那2个人被咬了，他们进来了吗？进了。果不其然，不久之后就听见楼下从楼道传来的一阵混乱的声音，紧接着就有个人从3楼窗口被扔了下去，很快就被丧尸群淹没。因为3楼发出来的声响和血腥味，楼底下的丧尸更加疯狂了。最前排的丧尸贴着墙已经被挤扁了，看了2眼就被恶心的看不下去了。中午吃的饭也被恶心的反胃，我便跑到洗手间干呕去了。林夏，快来！苏木突然从阳台喊了声，我看见苏木站在阳台窗户，手里捏紧了大砍刀，看着楼下。我顺着他的视线一看，看见那个光头花臂男人顺着排水管一点点向上，光头花臂男人爬得十分快，很快就爬到了8层，快到我们家了。他的身后也跟着好几个同伙。光头花臂男人的眼神十分坚定狠厉，看得我背后泛冷汗。他们想干嘛？我一边问一边捏紧了手里的菜刀。光头花臂男人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我这个问题。他爬到我们阳台窗户旁边，从裤腰后掏出一根铁棒，下一秒挥动着铁棒就往阳台窗户砸。即使知道阳台窗户贴了单面膜，他们看不见我们，但我还是被光头花臂男人眼里的血腥给吓得后退了2步。妈的，这是什么窗户打不开？光头花臂男人敲打了几下，发现窗户一丝裂缝都没有。当初装修的时候，苏木把阳台窗户换成防弹玻璃，不是那么容易被砸开的。但是按照光头花臂男人这样的砸法，肯定也撑不住很久。虽然窗户后面还有一层铁围栏，但是窗户如果被砸开了，我们就少了一层保障。不能让他再这样砸下去，给老子进去！再不开窗，老子等下进去，你们都得死。显然苏木也意识到，不能让光头花臂男人继续砸窗户。他让我往后退一下，一只手拿着大砍刀，一只手按在窗户把手上，似乎准备开窗。我虽然不懂苏木打算做什么，但是重活一世，他就宛如我的顶梁柱。我坚信他所有行动都有他的理由，且不会害我。在光头花臂男人敲完一次窗户后，苏木突然唰的一下把窗户打开了。外面的光头花臂男人似乎想不到窗户突然被打开，
惊讶之后是惊喜，看见里面是2个女生后，眼里又露出激动暗的贪婪，让她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十分扭曲。我就知道这里住着人，死八婆，快让我进去！光头花臂男人显然看见我们窗户里面还有一层围栏，骂了句脏话后，似乎想伸手进来抓苏木。操你妈的，快给老子进去！苏木侧身躲了一下，接着手起刀落，一下把男人伸进来的手臂砍了一截下来，手臂上的纹身也沾了点血，更显得可恶。我吓得后退了2步。光头花臂男人一开始看屋子里只有我们2个女生，怎么也没想到苏木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就把他手臂切下来。他看着自己突然少了一截的手臂，还有些愣神，到剧烈的疼痛传来，光头花臂男人才反应过来，一边大喊着，一边含糊不清的骂着我。可能是疼痛的原因，光头花臂男人没抓稳排水管道，突然一下往后翻掉了下去。他掉下去的时候，还带走了原本在他下面的一个黄毛。下面跟着爬排水管道的人看见自己的老大少了一只手掉了下去然后又被丧尸群淹没，显然被吓到了。爬在第一个的寸头男人看见光头花臂男人的惨状，显然萌生了退意，但是看见楼底下密密麻麻的丧尸之后，又开始慢慢的往上爬，不断的有人爬上来尝试。苏木手里的大砍刀也换成了弩箭，每一个试图破坏我们窗户岸的围栏的都被苏木瞄着脸射过去。我看着面对这种情况眉头不带皱一下的苏木，除了感觉陌生之外，还泛着心疼。不知道苏木上一世在我死了之后经历了什么，面对这种情况才可以做到不动声色。苏木又杀了2个人之后，后面的人终于意识到我们是一块难啃的骨头，甚至比他们的老大更加狠心，也不敢继续往上爬了，改为破开楼下9层的窗户进去了。苏木把吊在阳台的手臂从窗户扔了出去，清理了一下阳台后，重新关闭了窗户。经过这一幕，估计所有觊觎我们家的人都不太敢靠近了。为了慰劳苏木，晚上我炒了一个青菜，就这次热火锅吃得饱饱的，也不怕味道散发出去了。末世第48天，苏木的狠心让所有人都安分了一段时间。然而食物岸的水的紧缺，让他们不得不再次打我们家的主意。我早就把阳台的花盆全部搬到了另一个房间里面，给苏木腾出了发挥位置。每天我们都轮流在阳台蹲守，防止他们偷袭。末世第55天，楼下的人好几天都试图破开我们的窗户，但是无一例外都被苏木用弩箭射下来了。最后，无论是这栋楼的人，还是附近的幸存者，都不敢再打我们家的主意。但是食物岸的水的缺乏，让他们激起了心底最后的兽性，互相打起了对方的主意。每天各处都有惨叫声、暗的求救声，空气间似乎还弥漫着一股血腥味。有的人维持着最后一分的人性选择出逃，有的人刚开始就落入丧尸口中，也有的人成功突围逃了出去。但最后的结果就不得而知了。末世第70天，我们小区周围除了丧尸的低吼、暗的脚步声，就没有其他声音了。因为安静的环境，让围在我们楼底下的丧尸渐渐散去。有些丧尸循着声音离开了小区，不知道去了哪里。有人意识到丧尸慢慢散去之后，就偷偷逃出去，循着食物岸的水。丧尸的离去，暗的人们的出逃，让小区安静了不少。但地面上遍布的血迹和时不时不知道从哪个角落传来的碰撞声，让小区更显得萧条诡异。末世第90天，我们的食物囤得足够多，并不缺乏。但是这么多天过去，生活用水是越来越少，我们得想办法处理水源的问题。记得每栋楼楼顶都有一个巨大的蓄水库，但是阀门在物业管理处那边，平时走路也要10分钟的路程，如今更是危险重重。最后苏木还是决定出门一趟，留我在家守着。我们留了暗号，他出门后照样把门堵得死死的。我在阳台夹着步枪按弩箭，第一次用步枪，后坐力把我震得脑瓜子嗡嗡，但我还是眼睛都不眨地瞄着丧尸，为苏木清空出一条路。直到天色暗了下去，苏木才重新出现，他身上沾满了血液，好在全都是丧尸的血。这趟出去也成功打开了蓄水库的阀门，解决了水源问题。末世第200天，国家在末世半年多终于有了响应，天空上每天都有直升机带着大喇叭经过，表示国家还在努力研发丧尸疫苗控制病毒，并且在各个城市各个区域有特定的几个点降落了物资。我们这边物资降落点距离小区走路差不多半小时的距离，即使知道危险重重，也很多人过去。也因为有直升机不断吸引丧尸注意力，给人们去接收物资的原因，这次很多人都活着回家了。我才知道，其实我们小区有很多活着的人，活着就有希望。末世第400天，我某天突然发现水电恢复了，惊喜之余对奋战在一线的人员肃然起敬。这现象也表明国家一直在处理这次的灾难，而且逐渐变好。末世第450天，直升机广播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疫苗已经进入了研发的后期，相信不久后丧尸疫苗就研发出来了。末世第700天这天，某处传来了防控警报，所有丧尸朝着同一个方向前去，然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声响和腾空的一朵直冲天空的蘑菇云。末世第730天，有穿着防护服的人从直升机上降落到我们小区，我和苏木把堵门的工具撤掉，打开门，看见前来给我们打疫苗的救护人员，这一瞬间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末世第800天，丧尸已经基本被消灭完了，国家宣布接种完第2针疫苗的人可以酌情外出活动。
我们家也迎来了一位客人，是无人机的机主，对方是一位老奶奶和一个和我们年龄差不多大的女生，那些腊肉腊肠就是老奶奶腌制的。之后我们也时不时经常走动。末世后第一个春节，这是消灭丧尸稳定病毒后的第一个春节。出门采购年货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除夕夜，我和苏木坐在阳台打边炉，远处有人大喊着新年快乐。紧接着一朵朵烟花从空中炸开，我和苏木互相对视了一眼，碰了碰手中的啤酒罐和可乐罐，新年快乐。